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相由心生，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相貌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他的心境的高低和人品的好坏。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往往也会选择去看脸。一个人如果面相可恶，那么这个人的人品也往往可憎，不值得交心。其实在佛法中也有关于人面相好坏的论述，佛经中曾经对人们的面相有过这么一段描述：一切众生的相其实都是业力变现的，相的好丑就是善恶业的现前。俗话常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众生的相貌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因为心不一样，对于一切事物的想法看法也不一样，所以相貌也会变得不一样。佛曾经说过，相随心转，就是命随心转。什么原因？吉凶祸福都在你的念头之间，所以真正高明的人一看你的相貌，你心里面所思所想，你的一生吉凶祸福他都知道。但是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却和上面的论点有点相悖，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有着怎样的因果，才能让一位长得又矮又丑的人一开口就让一位国王心甘情愿地供养他10万钱。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咸鱼因缘经中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波斯匿王在经过佛陀讲经的道场的时候，恰好听到一位比丘正在那里诵经。这位比丘诵经的声音十分洪亮悦耳，波斯匿王在听到这位比丘洪亮悦耳的诵经声之后，立马升起了喜悦之心。于是波斯匿王随即就下了马，向佛陀行过礼，并向佛陀请求道：尊贵无比的佛陀啊，我听到您的道场里有一位出家师父诵经的声音殊妙无比，因此我很希望能够和他见上一面，并供养他10万钱。佛陀在听了波斯匿王的话后回答道：你想见他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得先布施10万钱才能与这位比丘相见，否则我怕等你见到他的真面目之后，你就会后悔，不肯再布施了。尽管波斯匿王对佛陀的回答感到很是不解，但他还是按照佛陀的要求先供养了僧宝10万钱。然而当那位比丘从佛堂走出来的时候，波斯匿王果然就像佛陀所说的那样，立马就后悔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诵经的时候有着这么悦耳动听声音的比丘，竟然是一位个子矮小相貌丑陋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波斯匿王便请教佛陀，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才使得这位比丘拥有这么动听的声音的同时，相貌却变得如此丑陋。佛陀告诉他，过去迦叶佛圆寂的时候，当时的国王发愿准备建造一座佛塔，并命令4位大臣监工，但是其中的一位大臣由于自身性格懒散，导致办事不得力，于是便遭到了当时国王的责备。恼羞成怒的大臣在面对责备时却反驳道：这座塔实在是太大了，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呢？话虽这么说，可是在等到佛塔完工后，这位大臣在看到庄严的佛塔的那一刻，还是升起了恭敬心，并供养了一个宝铃。而当时的那个懒散的大臣便是这位比丘的前世，因为他的懒散以及对佛塔的抱怨，使得他在之后的500世中都感召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果报，同时又因为他最后升起了恭敬心，并供养了一个宝铃，所以在之后的500世中，他的声音都变得非常洪亮而且悦耳。地藏经中曾这么说道：若欲称慧者，说丑陋龙残暴。我们初学佛时看到这个故事，明知佛经上所说的一切皆是真实语，又忍不住隐隐安慰自己。故事里的比丘之所以会感召到这么惨烈的果报，主要因为他发怒的对境是佛塔，而我们作为一介凡夫，就算有时偶尔忍不住发火，果报一时来的也不会那么快，少说也可能会要几十年时间，甚至有可能是下辈子才会来。二来果报也不会来得这么猛，所以就安慰自己，就算自己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也不要紧。但有时候现实却是很残酷。小编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位佛友遇见的真人真事。
有一次，一位佛友与他多年不见的同学再度相逢，但是在他们见面的刹那，他却是暗暗地吃了一惊。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才短短5年的时间，他的这位朋友整个人却像是完全变了个样子似的。原来白皙透亮的皮肤已经是光泽不在，几年前他那俊俏上扬的眉眼也开始有些耷拉起来。其中变化的最为明显的要数他的嘴巴了，原本他那还算周正的一张嘴，如今竟然开始变得有点漏风的模样，似乎随时都准备着要和别人吵架撒泼一般。其实在重逢之前，这位佛友就曾听到与这位朋友还比较亲近的同学说起过，几年前这位朋友结了婚，但是她却和她的婆婆和妯娌相处得很不好。原本她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家里就很受父母宠爱，父母对她的要求更是百依百顺，而且她稍有不如意就哭闹耍赖，父母也往往选择妥协了事，所以导致了即使在结婚之后的她的性格也是依然如此。再加上平时又喜欢在外面说家里人的坏话，时间长了，朋友们见了她都选择尽量绕道走。那天吃饭时，这位朋友恰好坐在佛友的对面，当看着他兴高采烈地说着东家长聊着西家短，而言语中还不乏粗鄙词语的时候，坐在对面的佛友后背更是阵阵发凉。原来相由心生真的一点儿也不假。有句话这么说，你给别人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其实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任何人在说别人坏话时，他们脸上的表情都会显得比平时要更加难看一些。然后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表情的时候，久而久之，他们就像被刻刀刻在你的脸上一样，最终成为了你自身相貌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想要美好的相貌，首先你就要学会去发现他人的好，赞美他人的好，行种种善事，只有这样做了，你才能感召到好的相貌和环境。反过来说，即便你遇到了那些不喜欢自己、讥笑甚至是嘲讽自己的人的时候，学会忍辱也是一种消业积福的方式。佛经中曾经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一个长得又黑又丑又矮的夜叉，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钻到了空子，跑到33天天主帝释的宝座上坐着，而此时的帝释恰好又不在附近。这个时候，这个夜叉坐在宝座上洋洋得意的样子，顿时引起了诸多天众的不满。大家先是冷言恶语的叫喊着让这个夜叉从宝座上下来，结果夜叉并不理会他们的叫喊，于是这就导致了天众们越说越气愤，到最后甚至开始气急败坏的用各种方式来回辱这个夜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夜叉在每受到一句辱骂之后，他的相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起来，个子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高。随着辱骂声的不断传来，到后来他几乎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大变化。这时候疑惑不已的天众们只好去找帝释说明情况。帝释在听到众人的禀报后，便亲自来到了宝座前，谦虚地对这名夜叉说道：大仙啊，我是帝释，大仙啊，我是帝释，大仙啊，我是帝释。就这样，他重复地说了3遍自己的名字。紧接着，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夜叉的样子又开始渐渐变回原来的样子，最后灰溜溜地跑掉了。在赶走了坐在宝座上的夜叉之后，帝释又对众人说道：从今以后，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生嗔恨之心，即使是遇到了恶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也不要生出嗔恨心。佛陀在得知这件事之后，也非常赞叹帝释所说的话，并鼓励弟子们也要向帝释学习，学会制服自己的嗔恨心。一个修行很好、内心不为外界所转的人，才不会因为他人的评价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为，更何况是相貌。相反，我们自己说了什么，倒是可以改变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形象。因为人们能够从你的言辞中窥见出你心灵的真正模样，就算你再怎么精通修辞，也不能完全掩盖你那丑恶的心灵。这一点已经有无数历史案例可以证明它。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拥有美丽相貌的话，为什么不先从当下开始做起，存好心做好事，改变自己那些不好的习气？只有心好了，相貌自然会慢慢变好，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心善，相貌就会变得慈祥，而心恶，相貌就会变得让人觉得恐怖。可见成语中一定是形于外。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掩饰的。所以想要美好的容貌，我们首先要学会的便是谨言慎行，行种种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召到好的相貌与环境。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相同的见解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发表您对今天内容的感悟与见解。当然了，你也可以将您愿意分享的内容发送至小编邮箱。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